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T将介绍毒草人后呢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非凡冒险这个 T0增幅，我看到的都是直接秒拿，你思考1秒都是对它的极度不尊重。为什么这东西会如此的强大？真的会来跟大家做个深度的分析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东西会这么强。你看到它，你就是拿了2个彩色的增幅。那等等呢，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就是现在的彩色增幅有哪一些是值得拿的，就是你在对比这些增幅的过程之中呢，你的思路会再更加的清晰。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增幅选择障碍的人呢，绝对要耐心的看完这一集，因为它是能够让最强的十阶头直接翻车的。十级线肯定是最强啦，但现在老实说你要去玩到10级线是比较难的一个状况，毕竟很少人会往杰力的体系靠，维克斯呢他也不会去开高级线的基板，所以现在最常遇到呢肯定是10阶头、10百兽这种。那10阶头有多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4率哦，97%，吃剧率呢是81%，所以你就知道，达成10阶头10百兽的人都是想着这把我就是躺着就能够吃鸡了，然后至少你能够很稳的前4把，因为翻车率呢只有3%左右而已。OK， 那如果你有想要收到这类的战棋资讯，或单纯想要支持我的制作，都欢迎用手到70元加入会员收看，200级的会员呢只可以收看到完整的影片参考，像是这部的内容呢就提前分享给会员们知道。如果你今天是常常看退学的实况，然后还有影片都还是上不了分的话，则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找摘星啊、KIT、小麻油这些高端们教学。好，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凡冒险有哪一些的奖励。18% 呢会有这个杰作升级器，这个东西呢就算是个好东西啦。为什么？你玩赌阵呢，光装呢它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。通常赌阵呢它都是单核阵容，你只靠一支核心主力去打输出。这时候呢，你让他拿个光装，等同于他拿4.5件的装备再输出。OK， 然后再来就看到18% 呢会有光耗战、光巨杀，这个呢就等同于2个彩色的增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物抉择你就看它就只给1件的光装嘛，而死灭跟无尽之力这个奖励呢是我觉得最难用的，它比较适合斗士类型的角色。那你摊开2费的斗士角，有谁看赢也不太算，因为他没有令我人格的话，他就不太能够去当输出角色来用。达瑞斯的话呢，他又只有在赌逆命的时候才有机会去用得到，而且他也不会是主 C， 所以提升老实说就普普通通。接着剩下来就只会是格雷夫跟纳菲瑞，但是这2只角色在目前的版本呢又不是特别强势啊。当然纳菲瑞还是 OK 的，就是他已经是2费里面我觉得最有机会能够去用到这个奖励的角色了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抽到纳菲瑞这只角色的话，通常呢就会用重铸器把它敲掉，所以在玩这个增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留重铸器，就是怕出现这个奖励。好，接着有16% 的几率呢会出7重皇冠加上生命铠甲以及完整道具。生命铠甲它其实就是通用装嘛，所以也不用多说了。接着光皇冠还有无尽绝望以及月之石。2费坦克中呢有达瑞斯、艾克、伊罗伊、勒哈斯特、希瓦纳、史加纳。那6张坦克中有4张是仿系的坦克，现在大多的坦克都是吃魔攻系数的，所以皇冠就是一个通用的好装备。翻开数据来看呢，你有看到这个无尽绝望啊、生命铠甲，它都是排名前段班的神器，能适用的角色也非常的广泛。对比临近管道有个奖励呢，它是给神器，然后加上辅助道具。那圣物抉择呢，它又是给1件的光装，这个奖励呢就也是等同于2个彩色的增幅。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无尽绝望，它比较适合的角色有哪些？最强的肯定是科不科这角色，现在他拿着皇冠，然后无尽绝望顶中顶。那还有就是布朗姆也是很有机会用到，因为你有机会就是直接去冲赌逆命这套阵容嘛。接着还有一些5费卡，像说盖伦也很有机会用到，后期比较有机会。那还有就是2费的坦克中有一个也是很好用的，就是蝎子。而4费的话，如果说你今天可能是去赌到什么勒布朗这一些的，就有机会去用到宁可，或是过渡的时候呢去使用到魔斗这个角色。还有16% 的几率呢会出导弹鬼手套、神器铁针。
那这个算是 1.5 个彩色的增幅啊，因为掷骰子呢，它就会给导弹鬼手套嘛，而神器的话呢，就比较算是个金色的增幅，所以就算 1.5 件好了。好，所以当你今天深入了解了非凡冒险的奖励之后呢，就会发现，它的奖励领到基本上都是等同于 1.5 个彩色的增幅，而且啊，非凡冒险它是会给你2个小复制器的，就等于说送你一个2星的2费开场，让你能够更好去达到3星。好，这一场呢，我们就来看到一下我抽到的角色呢，有这个达瑞斯跟小法师。所以我就决定，好，我们就今天奔着小法师去赌，反正就尽可能的去拼一个前排，然后跟后排的角色出来。虽然说啦，就是小法师跟达瑞斯其实是不太搭嘎的，但毕竟祭司的体系中有一张牌叫做魔斗，然后你就有机会能够去搭到蛮勇斗士的体系，所以这其实呢也是蛮吃操作者的一个思考，就是他其实蛮需要去动脑，就是你要去想一下说，怎么样是更合理的一个配阵，就是如果真的完全搭不起来，你也可以就是纯赌3星就好，就是你就找个可能小法师逆命勒布朗，我觉得这几只都算是大奖。OK， 像这边的话，我就拿到了最烂的这个奖励是死灭，然后加上无尽之力，其实我头很痛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因为来不及操作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死灭还有无尽之力都给到达瑞斯的身上。然后这边呢就选了个力量圣杯，力量圣杯这东西也是非常的强大。我靠，对面是直接出杀戮的专属，然后再加上令我人格，我只能说会玩这人超强。会玩游戏的人都是这样子，直接开一组的增幅给他的。这边要拿什么呢？感觉还不错，但是出了灵魂连结，灵魂连结这东西能不拿的吗？毕竟我们是赌狗嘛，那赌狗你的血量就会比较高，血量高的话，灵魂连结就能够更好的去触发，而且我们血量也差不多已经到50滴血，我会建议就是60滴血以下，基本上都会是很好的去拿灵魂连结，就是直接秒拿就行了。尤其是什么先锋射手啊，这种更需要前排坦度的阵容，逆命这种就会更加的吃香。OK， 看了一下外面的环境，有一家呢是在拿着直大余量的百兽，现在的直大余量呢就可以去玩2个体系，一个是百兽，一个是街头，然后会更推荐大家去玩街头，因为现在的街头实在是太过于强势了。OK， 这边我就是一边在一边敲这个神器，大家有看出来吧？我决定呢，这纳什感觉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魔运了，所以这边就在敲一手。OK， 出了个卢登，那我就在想，还是我们就直接给到小法师的身上，而且通常呢，这个非凡冒险它就会送你一个无限猜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散装都给到你的角色身上。这里应该也是有机会赢的。我可以来小法战一招，不是这个伽罗这么的强啊，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奖励开出来，然后又不好，就是像我这个真的很需要一直敲这个奖励的话，操作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OK， 狮子舞这边对到的是什么？852，对面已经2星扎克啦。但这里有机会打嘛？其实是还蛮麻烦的，因为这扎克一直疯狂的控场，但还蛮不错的是呢，我们的达瑞斯偷了一个龙爪，我靠，直接把对面的维克斯给秒了，4支5就得离场，哇，好伤啊！他一定很生气，因为他其实如果撑过这个回合，就是撑过一个4阶段，那个扎克的发育肯定是非常强大。他玩的是神域维克斯的体系，就有的时候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去开极限的维克斯，你也可以就是像他这样子，然后去拼各种的无费卡。毕竟你今天都有一个扎克2星了嘛，然后他也有一个乌尔加特，所以你其实就是去挂这种更强的无费卡，就会有一个更高的上限。那我这边呢就在思考说要怎么去优化我们的装备，这头盔可以直接合起来。OK， 稍微换一下摆位。然后这边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到底要是魔怨卢登，然后加上法爆呢，还是要加上蓝爆比较好？我比较不想要
给其他人蓝 buff， 是因为除了小法师之外，其实蓝 B 这件装真的没有其他太适合，就是你给那个火人就没有到很好用，然后给法爆其实也是可以的，虽然说蓝 B 魔月加上卢登的数据再更高一点点，但是因为我这一场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对手，就是那一家的凯隐，就一直打不赢那一家的凯隐，虽然比较难打一点，因为他能够一直无限的去启动他的技能，反正可以一直狂刷猛刷。这边呢打其他人都是轻轻松松，但是有人作弊，不是十接头是吧？他5之3就直接10接头啊，萨米拉，然后火人直接到手，但是我们这个小法师清场的速度之快，毁天灭地啊！10接头，老七10接头。老七笑死我了！我真的是觉得有点不可置信，所以我就再去过去看一下，他真的是10接头吗？还真的是10接头，没错。而且我打的是本尊，因为他是直接下课了。OK， 这边呢，我就是直接从凯隐的这一侧直接喷他。就原本我是跟他放不同侧，但我想了想，不对，我应该要直接去把这凯隐给杀了，限制他的输出才对。好，那这边我就想蓝 buff 这件装感觉还是得敲掉，就用了几场。我直接敲了个头盔，鬼敲，行啊。好，然后这边遇到的呢，就是对面已经有个2星的萨米拉。其实这一家也是算蛮难打的，不过就是打镜像，有机会赢吗？不会，我连镜像都打不赢，有点离谱。OK， 那我们之所以打不赢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磕不磕。OK， 小法师这个阵容呢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磕不磕。然后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质量不够高的话，其实不用去硬要开3接头啊。像我就没有尼可，然后尼可可能也都在1星的状况，而且你还得就是稍微去仿一下对手的控场，毕竟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什么猪女啊，或者说你看对面的科布特都已经来到2星的状况，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得去防控场，就不用去硬要吃那个街头格，就甚至我还要吃个力量圣杯。OK， 这边直接暴打街头的火人。什么？听说你是什么 T0 阵容是不是？版本答案直接暴打。OK， 这个扎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上，但是先抓了再说。OK， 那这里送了2家的街头下去之后，终于是2星火人了。其实最难受就是你的火人可能都2不了星。OK， 那这边对到的是这一家的萨米拉，我直接把反甲的波比顶在他的脸上，然后他是值得等待，所以他是一只4星的豹女哦。这边打本尊反而是打得过的吗？我是说吗？好啊，轻轻松松哦。好，果真有没有4赛博跟没有4赛博，这是天差地远，根本就是不同的阵容。所以小法师其实最关键就只有4赛博，然后其他你就是看质量，你要去开6技师还是4技师都可以。因为有一个比较常规的配法，就是会去开到3接头，但现在的尼可真的很难2星，所以你要不就干脆依你的质量去开羁绊就行了。这边的话没有第一时间打到他的凯隐，而且他的凯隐是最强的那种配置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是杀戮凯隐，现在的令我人格只有就是拿到这种杀戮转的时候上限才会是比较高。我真的还能打输，你们都知道他有多强了，他比10接头还强哦！我打输这凯隐，然后我打得赢10接头 ，OK， 懂的都懂，原来令我人格是这么强大吗？这里因为拿了星火，所以我就把电刀直接把它给敲了，弄到一个黑书，还行了，黑书还可以接受。虽然说我们有日炎了，但我们这可以扩大我们的减疗范围。然后我稍微再优化了一下我的前排装，然后给我的火人2个噬性神盔，有没有机会赢？球球决一死战可以 ，OK，这真的是差点输只能说他的征服真的是拿一整套的，虽然说我们也是拿一整套的，我本来觉得我有灵魂连结已经是稳吃的一个状态了，结果没有想到外面很多的怪物，就是有10接头，
然后还有现在最热门的阵容常规七街头火人，还有这个这么顶的令我人格，因为他是有珠光莲花，所以他就没有再去出无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他3星的角色也是蛮多的，他总共有4只3星。然后最终之战呢，其实还是把波比放在左侧会比较好一点，就要去避免那个凯影一直转。大家可以学起来，就是他这个令我人格呢是最顶的一个配置，有杀戮转跟没有杀戮转可以说是2只不同的角色。不过通常在一般状况下不太会去拿令我人格，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外面有太多人在卡你凯影了，谁会卡你的凯影呢？就是先锋射手，然后还有玩逆命的人也是有机会去卡到你的凯影，所以你可能会比较难3星。不过呢，他在3之2的时候拿了个繁星夜空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玩令我人格的话，其实你会蛮需要这种经济类的征服去补。我跟大家最后再加码一下，就是目前2之1的彩色征服评级，为什么是选定2之1呢？因为飞盘冒险也只会在2之1出现，所以我这边就帮大家整理了2之1会出现的征服。S 级的话就是火火炉、飞盘冒险跟指大雨亮。火火炉现在有太多的大奖，那魔运就是其中的大奖，还有像枯萎宝石的草人、丙烯狙击的草人、维持弯刀的小狗。那像生命铠甲的话就是通用装，无尽绝望的话你就有机会能够去玩到赌逆命，你就可以直接让布朗姆去带。七满水晶的话可以去玩百兽，欧罗拉可以直接拉2个人，超强，算是一个隐藏的玩法，就蛮多人不知道这个黑科技。接着往下看 A 级的话，我觉得有流浪假人，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的阵容灵活度。如果说你今天不是一个很 flex 的玩家，你可能会把流浪假人排在 B 跟 C 的位置。所以流浪假人算不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征服，你会需要用到2个基板，它才是合格的。你如果用到3个基板，而且它还是那种强势的转职，那它就有机会落在 A 级甚至 S 的位置，所以算是不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征服。街头转的话就是现在很强，然后跟末日转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只要前期呢你有相关的体系牌，然后装备比较偏法装，就可以直接拿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彩色末日转是有一个叙述的 bug， 它上面呢讲的是给一件电刀，但实际上它是给星火这件装。英文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中文的叙述是错的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。接着起手厨房算是一个保底，落在 A 级跟 B 级之间的一个征服，因为它也是你开的好。就例如说你先中个街头转，你中个末日转，那有哪一些出来你可能是比较不开心的，就是极限转。接出极限转你根本就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你要10极限很难，然后7极限又很垃圾，然后像杀戮转我觉得也是挺没用的，发电转也很普通，堡垒转也不好用。所以大奖的话呢就会是街头跟末日。出宿舍的话你可以去玩6宿舍的鳄鱼，出射手转的话可以去玩4先锋式射手，然后射手转直接给到好运姐的身上，很强。接着生日礼物，它是一个很需要去升上9等你才能够最大化它效益的一个征服。4等的时候就给你2费1星，5等给你2费1星，这样总共几块钱？6块钱。然后6等给你2费2星，7等给你3费2星，8等给你4费2星，9等给你5费2星。这些牌的价值呢总共就是48块钱，然后再加上它每升1等它就会给你1块钱，你升到9等就会是7块钱，total 就会是55块，所以它是一个价值55块的征服。但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角色都不是你想要用到的，那你就可能要再减个6块，所以是49块钱，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彩色征服了。在经济局，例如说河蟹、平分金钱场地这种，你就更有机会能够去上到9等甚至10等。守望者之选就比较通用，遇到这种意外，它前期有机会给你2个4费卡，那你是比较有机会定阵容的。灵性管道有45%的几率会出神器，算是一个保底的征服，强度也是落在 A 级到 B 级之间。接下来看到 B 级的话呢，有升级地地宝藏、避险基金。其实升级跟避险基金这2个征服，甚至双重目的，它给的钱呢是会超出生日礼物的。避险基金你在4之1启动的话呢，经济价值差不多是65块到70块钱。那为什么它的评级会低于生日礼物？就是避险基金你通常拿了就很容易是打连败甚至空城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的容错是会比较低的。那生日礼物你是能够直接一直拉等，疯狂拉节奏，你会有质量牌让你有机会在2阶段打出连胜。所以他们这2个征服想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无可动摇的话呢，就不太适合在2之1去拿，而且它被削弱过很多次，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也不会在2之1去拿了。任务抉择就是通用的一个征服，今天如果是多钱的局，然后有少装备，
就例如说，大家开局都只有2件装的状况下，那生物抉择就会是一个好选择。接着 C 级的话呢，有订阅服务。订阅服务的缺点是你很难一直抽到一样的角色，例如说你在2之1的时候，你可能拿了火人很开心，结果他在3阶段的时候就没有再给你火人，他给你一堆什么杰利或者说猪女，然后在4阶段的时候也不给你火人，那这时候你领先的幅度没有这么大，你还是得在4之2的时候启动，然后自己去守第2星，这个真的很看脸的增幅。接着盔击星期5就是现在没有太多的斗士阵容能玩，迷你小英雄通常是要在有破1式的开局才有机会去拿，那低级的话就是几乎不可能拿。防御手套这个直接剥夺一个格斗手套，现在7级线又不强，所以能使用到的状况也是偏少。那有些人可能说，这个撞树伙伴者没有在里面，因为撞树伙伴只会在3之2跟4之2出现，不然呢，它也是一个彩色征服中绝顶的存在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再出一集就是征服的排名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今天片到先 say 拜拜。